看魏无羡是怎么样的人。他个性鲜明，恩怨分明，是非分明，人生定位鲜明，活得通透而无愧于心。他不因出身而妄自菲薄，不因困难重重、生死考验而停步止戈。魏无羡潇洒不羁，快乐自我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有所不为，方可有为。他不献媚，不世故，不畏人言，不趋炎附势，有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，敢于创新，打破世俗常规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修真奇才。在乱葬岗遭遇穷途末路、暗无天日的人生低谷，依然可以绝处逢生、逆风翻盘，并开创出玄门百家想都不敢想的第4条路——鬼道，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奇迹。我心我主，生死由己，不由天，打破了唯有剑道才是正统武学的观念，成为颇富传奇色彩的夷陵老祖。在生死轮回面前，谁会不惧生死，也有不想活着？但是在善恶与良心面前，又有多少人能真的不惧世俗，不畏人言？但魏无羡却做到了。玄门百家眼中的温室余孽，却是与自己有重生再造之恩的人，即使与天下为敌，也不忘最难能可贵的良心2字，无不展现了魏无羡的大格局。这也注定他可以在承受世人唾骂、人人喊打喊杀的情况下，依然可以涅槃重生，依然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操盘手。魏无羡之所以有逆风翻盘的本事，看似天时地利人和，实则都是因为以下几点。第一点是魏无羡的乐观豁达。魏无羡第一世从小失去父母双亲，独自流浪，为了生存在恶狗嘴下抢食，不知经历过多少死里逃生。我小时候常常流落在外，时常在恶犬嘴下度日。从这一点不难看出，魏无羡从小有很强的求生欲和生存能力。放任一般的小孩子是断断不敢在恶狗嘴下抢食的。这样苦难悲惨的童年，导致叱咤风云、不惧生死、能驱魂御尸的夷陵老祖，却唯独怕狗。可见童年流浪的那段经历，是他人生之中唯一的性格缺陷和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尽管经历了诸多苦难，寄人篱下，面对性格脾气怪异暴躁的于夫人的百般刁难，却依然成长为一个乐观开朗的阳光少年，心性豁达，通透历练，眼眸之间传动的笑意神采飞扬，明俊逼人。如此鲜活的性格，均是个性使然，质良纯善。即使遭遇了乱葬岗的生死劫，弃剑御敌，曾经直剑天涯的梦想也无法再兑现，心境多少有了些变化，却依然无喜无悲，皆表现了他超长的承担能力。似乎上一世的坠崖落死轻如浮云，想想上一世的孤掌难鸣，世人对他的误解和唾骂，却从未想过复仇，把云淡风轻。这种胸怀和磊落，皆是非常人可比。在乱葬岗再一次遭遇玄门百家的围堵，不但没有怀恨于心，还不计前嫌，舍命相救。魏无羡用他的舍身大义，打破了上一世的传言与误解，得以在这一世扭转乾坤，以正污名。即使知道了这一切是有人在背后刻意操纵，依然选择宽容和原谅。不可结交奸邪呀！第2点是魏无羡的天资非凡。魏无羡灵气充沛，天资聪颖，在与姑苏双璧的蓝忘机打架时，便可看出少年时期的魏无羡剑法卓绝，与被誉为仙门百家楷模的蓝二公子不分伯仲。初到云深不知处，便一眼看出蓝湛带回来的人是被摄取灵石，不过倒像是失去了灵石。就连蓝氏家主初见魏无羡，也是对他颇为赏识，还建议弟弟蓝忘机该交些朋友了。你也是时候应该多交些朋友了。其实我觉得那个魏公子就不错。毫不吝啬地夸赞魏无羡天资聪颖、乐观活泼，可见魏无羡的天资之高。在碧灵湖捉水行渊，皆看出他胆大心细。剑中的这一枚阴铁是灵气最充沛的一块，魏无羡将其炼成阴虎符，不但能炼制傀儡，还可以操纵傀儡，与陈情和鸣，更是所向披靡，天下无敌，令人闻风丧胆，也是后来玄门百家都垂涎的宝物。后来图纸被薛洋和金光瑶所得，利用薛洋手中阴铁炼制出的阴虎符，却只有魏无羡炼制的一半的威力。法术点睛照将术，以血隔空画符，为其画上眼睛，招来阴魂，
便会使纸人复活，神态自若，栩栩如生，可消失如泥。剧中的点睛照将术并未完美诠释，也是小小的遗憾。法术舍身咒，在金陵台密室里，金光瑶说莫玄羽当年在他那里看过一篇夷陵老祖的手稿残卷，名为舍身咒，可见此术法也是魏无羡所创。以血为媒，以自己的全部灵石可救治重伤之人。魏无羡正是因为这个发明，才有了自己的前世今生。共情之术就是将自己的灵石注入宿主的身体，与宿主的灵石沟通，以达到共享感情的目的。可以直接了解宿主所经历的事情。如果心智不坚，很有可能陷在宿主的情感里无法自拔。所以共情时，身边需要有人陪伴，才能随时将其拉回现实，否则很容易被宿主反噬。第3点是魏无羡心怀天下，侠肝义胆。在寒潭洞听说阴铁一事可能会祸患苍生，便主动要和蓝湛一起承担，义不容辞。愿我魏无羡能够一生锄奸扶弱，无愧于心。在云深不知处许愿时，更是许下一生惩奸除恶、无愧于心的宏伟大愿，可见其心怀天下、心胸宽广、格局之大。这也是蓝湛对其刮目相看，并视为知己的原因。后来在溧阳遇见小星辰和宋兰，更是对他们佩服不已。倾血缘传承，重志同道合，可见他是多么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像小星辰和宋兰一样，行走江湖，仗剑天涯。第4点是魏无羡的知恩图报。当年在岐山听字，最怕狗的魏无羡被温晁关进温室地牢，与恶狗为伴。当时的魏无羡惊恐万分，便无形中勾起了小时候的经历，简直是生不如死。小时候的经历已经成为他生命中无法抹去的梦魇。在这个时刻，温宁出手相救，用缠苏针控制了恶狗，还带来了伤药。在被江家灭门时，又是温宁姐弟冒死相救，还助他为江城换了金丹。对于魏无羡来说，在江家的生死关头，在自己人生最绝望的时刻，这样的恩情大于天，等于重生再造，与江家的养育之恩并无差别。为了江家，他可以舍去未来，舍去修为，舍去性命，所以为温宁姐弟，他也同样如此，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，重情重义。在温宁姐弟遭遇生死劫难时，他不可能弃之不顾，这对于他来说就是枉为人伦。正是如此，才换来这一世温宁的不离不弃、誓死守护。魏无羡的前世今生都充满了变数和传奇色彩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有所不为方可有为，他真的做到了。正是因为他这样心怀救世的大义，才深深吸引了清冷莫言的蓝二公子，才会入了韩光君的眼，并常驻其心。蓝忘机无疑是他灰暗人生中射进来的一束光，成为他的生死莫逆之交，陪伴他的前世今生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魏无羡，也不是每个魏无羡都可以遇见蓝忘机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留言、点赞、关注，我们下期